曾几何时，你是否在拥挤的交通中感到烦躁，或在听到朋友的夸赞时感到欣喜呢？无论是高兴还是愤怒，情绪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一座隐形指南针，指引着我们的行为与选择。然而，情绪究竟是什么？为什么它对我们的生活如此重要呢？今天，我们将从基础开始，了解情绪的定义、种类，以及它在我们身上的作用。一、情绪的定义与功能。情绪是一种复杂的心理与生理状态，它伴随着特定的思想、感受和行为反应。简而言之，情绪是一种内心的感受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回应外界的环境和内部需求。情绪的存在不是没有理由的呢，它其实是人类进化的智慧成果，帮助我们适应环境。情绪至少有3项功能。一、生存功能，害怕让我们逃离危险，愤怒让我们捍卫自己。2、沟通功能，情绪能帮助我们与他人建立联系，比如微笑代表友善，皱眉可能表达不满。3、决策功能，情绪在我们的决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，比如对某件事情的热情，让我们更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。2、常见的情绪类型，情绪并不分好坏，但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2类：正向情绪与负向情绪。正向情绪包括喜悦、感激、兴奋、满足等，能让我们感到快乐与幸福。正向情绪的重要性在于，它能提升我们的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，让我们更容易与人合作。负向情绪则包括愤怒、害怕、悲伤、焦虑等，虽然令人不适，但它们同样有其价值。比如，焦虑提醒我们重视一项重要的任务，愤怒可能是为了捍卫自身的界限。志华是个开朗的年轻人，平日总是笑口常开，但在一次团队合作中，他因同事的疏忽导致项目出现重大失误，他感到极度愤怒，但后来意识到这股情绪让他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，并与团队一同找到了解决方案。这件事让志华明白，负向情绪并非敌人，而是帮助我们前进的推动力。3、情绪的生理与心理机制。情绪的产生通常伴随生理变化，这与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密切相关。大脑中的杏仁核负责处理情绪反应，像是一个情绪警报器。当我们感到害怕或愤怒时，杏仁核会立即激活身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。情绪也会带来一些身体反应，比如害怕时心跳加速，或是愤怒时脸红和肌肉紧绷，这些都是情绪的身体表现。情绪的心理机制则与我们的认知有关。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有积极的看法时，容易感到快乐。相反，负面的想法则可能带来忧虑或焦虑。另外，某些特定场景或气味能勾起我们特定的情绪，这与我们的情绪记忆有关。
淑芳是一位护士，工作繁忙且压力大。有一天，她的主管批评了她一次微小的失误，导致她情绪崩溃，感觉胸口发紧，呼吸急促。经过反思，她发现自己的反应其实来自童年时被严厉父母责备的记忆。这次经验让她开始意识到，情绪不仅与当下事件有关，还可能牵动我们过去的经历。4. 实作练习。1. 情绪觉察练习，帮助识别自己的情绪状态。每天记录一次自己的情绪，包括情绪的类型，如喜悦、焦虑、正负向及强度1到5分，简单记录当时的情境和触发情绪的事件，思考情绪背后的原因，它是来自当下还是与过去的经历有关呢？2. 情绪对话练习，理解情绪的功能并与自己对话。当你感到某种强烈情绪时，试着问自己3个问题：这个情绪想告诉我什么呢？我该如何回应这个情绪？这个情绪能帮助我做什么决定呢？将你的答案记录下来，分析情绪的正向价值。3. 放松身体的练习，降低情绪的生理反应强度。坐在椅子上，闭上眼睛，深吸气并慢慢吐气，重复5次。将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某个部分，放松那里的肌肉，比如肩膀或下巴，感受全身的轻松感，并提醒自己，我可以处理这一切。结语：情绪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它是我们内心的指南针，也能带来前进的动力。了解情绪的基础，有助于我们更加有效地管理和利用它，从而提升生活品质。在接下来的课程中，我们将深入探讨更多的情绪管理技巧，帮助你在面对情绪波动时更加自信与平衡。